周二，他在接受专访时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个理智的人，并表示不排除在印尼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拜登突然称赞普京是个理智的人，美方的这种政治语言释放什么信号？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谈到了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人印象。I think he is a rational actor who's miscalculated significantly. You listen to what he says. If you listen to the speech he made after when that decision was being made, he talked about the whole idea of he was needed to be the leader of Russia that united all the Russian speakers. I mean, I just think it's irrational. 拜登还认为，普京对乌克兰的判断出现了失误。I think he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be welcomed with open arms. That this has been the home of Mother Russia in Kyiv, and he was going to be welcomed. And I think he just totally miscalculated.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西方媒体渲染称俄罗斯将动用战术核武器，但拜登却主动对这一敏感问题进行降温处理。他强调，不相信普京会真正使用战术性核武。拜登还强调，他无意与普京在 G20 峰会期间会晤，也不准备与俄罗斯就保留乌克兰任何领土进行谈判。但若普京主动交谈，他不会拒绝。Look, I have no intention of meeting with him, but for example, if he came to me at the G20 and said, I want to talk about the release of Griner, I'd meet with him. I mean, it would depend.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拜登的缓和言论做出积极回应。他周二表示，如果美国提议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安排拜登与普京会晤，俄罗斯方面将予以考虑。俄罗斯媒体对拜登这次接受专访高度关注。虽然拜登的主基调仍是批评俄方，但他以理智来形容普京。外界判断这是对俄方释放出缓和的信号。今日，俄罗斯网站指出，拜登此前曾用杀手、战争罪犯等词批评普京，引发俄乌外交危机。但这次拜登使用了理智的人这种温和的描述，反映出拜登在措辞上出现重大转变。去年6月，普京与拜登在日内瓦会面之前，拜登也曾改口，形容普京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其实现在，这个俄乌冲突发展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阶段。美国在这个整个的这种俄乌冲突中，它奉行的目标是这个尽可能的削弱俄罗斯。但是如果说眼前有这个非常迫在眉睫的这种和俄罗斯直接对抗，或者说是这个核大战、核升级的危险的话，美国方面应该还是会考虑用一种更谨慎的方式去恢复和俄罗斯的这种官方的接触。我个人感觉，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概率，还是有比较大的概率会出现这个美俄元首在这个 G20 峰会上，直接会晤的可能的。7国集团领导人周二线上举行紧急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频参会。Взяв участь сьогодні в роботі позачергового саміту Групи 7, який був скликаний німецьким головуванням за нашою ініціативою. Обговорили реагування найсильніших демократій на цю нову російську ескалацію. За таку нову хвилю терору має бути і нова хвиля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для Росії. Нові санкції, нові форми політичного тиску, нові форми підтримки України. 据悉，美国最新支援的4套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已经运抵乌克兰。乌军周二还收到了德国交付的首套 IRIS-T 防空系统，这是一种欧洲多国联合开发的防空设备，可与美国爱国者3进行协同作战。白宫表示，将尽快交付乌克兰国家先进防空系统，美方使用这套系统来防卫华盛顿及白宫。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二表示，美国向基辅方面提供防空系统的行为将使冲突延长。对乌克兰来说，冲突也会愈发沉重，但这不会改变俄方的既定目标，最终结果也不会因此改变。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对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等远程武器表示强烈不满。他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这是将乌克兰冲突升级至世界大战，从而造成不可挽回后果的最快办法。因为这种射程到300或500公里左右的这个短程弹道导弹呢，它可能会被用来袭击俄罗斯本土，这个显然会导致这个战场上的这种非常危险的升级。我觉得其实美方在考虑援助这个更远射程的进攻性武器的这个问题上，其实还是应该更慎重。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
美国总统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普京总统是理性的人。俄媒报道了这一采访，这让外界对拜登将在 G20 峰会见普京的预期迅速升温。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呢？这是美俄博弈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或者说一个缓和的信号。去年二人见面之前呢，拜登也是降低了调门，一改之前称普京为杀手的说法，称他为值得尊敬的对手。这次我们可以从外交和战略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和判断。第一个呢，就是从外交层面来看，下个月将在印尼举行20国集团峰会，拜登将出席，普京呢也可能会到会，也就是说两位领导人在多边会议场合可能会见面。在理论上，双方可以举行双边的会晤。拜登在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为结束乌克兰危机，他对美俄对话是持开放态度的。而俄罗斯方面呢，也做出了类似的答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说，对对话持开放态度。如果美国提出动议的话，俄罗斯也可以考虑。也就是说呢，双方对于领导人会面这件事情是比较开放的。无论能否见面，至少在外交语言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降温和降调。第二呢，从战略上来看呢，拜登将普京视为理性的人，而不是之前带有感情色彩的一些称呼。主要的意图或许还是希望在理性的轨道上与俄罗斯打交道，进行博弈。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呢，核危机是骤然的升级。拜登发出过世界末日的警告，是不是虚张声势呢？也不完全是这样。在核威慑体系中，意图和意志力是不可预估的，尤其是决策者的心理状态呢，更是深不可测。只有在理性和理智的状态下，核大国的行为才有可预期性。其实从核武器产生之后呢，核武器的去武器化的态势已经形成，也就是说，核武器不能使用，更不能用于进攻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核禁忌。拜登认为普京是理性的人，言下之意呢，无非就是要美俄两个核大国要遵循核武的规则或者禁忌。事实上呢，俄罗斯在这几天也释放出了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不用核武器，尤其是提到了5大国在此之前签署的维护国际战略稳定的声明。